嗨，你好，我是住在洛杉矶的宝仪。我在阳台上种菜，空间有限，时间也有限，所以所谓的懒人菜是我梦寐以求的。理想中的懒人菜容易成活，生长迅速，没有虫害病害，种一次就可以连续或多次采收等等。回顾一下这2年种过的蔬菜，我来给以下8种蔬菜按懒人菜的标准来做一个排名吧。排名第8的是辣椒，辣椒会招虫，也容易得白粉病，还需要修剪，这是懒人菜吗？那就看你怎么取舍了。先说修剪，如果是商业种植的辣椒，种植密度高，果实的个头要壮硕、均匀，卖相才会好。那么修剪是必须的。但是我在自己通风透气的阳台上种上2、3株辣椒，密度不是问题，然后果实长得很有个性，我也不介意，只要它好吃无害有营养就行了。所以对懒人来说，常规的修剪是选修课，不是必修课。那有了病害怎么办？我们可以花很多功夫去治理，也可以用懒人的办法，那就是等采收过后，一次性把叶子和细杆全剪掉，然后靠辣椒自身强大的再生能力重新长回来，还能再次采收。我去年就是这么做的。接下来排名第7的是茼蒿。茼蒿的懒人种植法是在天气转凉的时候撒下种子，然后基本就不用管了。它的生长期是冷凉季节，不容易滋生害虫。我个人经验是茼蒿可以采3、4茬，再多就有点勉强。如果种大叶茼蒿的话，采收清洗都比较容易，对懒人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我个人觉得大叶茼蒿的口感比小叶茼蒿更好，香气则略有不如。对了，还有另外一个懒人的窍门是，如果有条件的话，留1、2株茼蒿来留种，采收种子的时候，顺便把一部分种子散落到泥土里，等天气合适的时候，茼蒿会自己出苗的，特别省事。排名第6的是菠菜，菠菜适合在冬春季节生长。懒人种法的关键是保留植株，只摘叶子。菠菜生长迅速，可以多茬采收，也没有虫害，是当之无愧的懒人菜。唯一的遗憾是它在天气转暖之后容易抽苔。此外，对懒人来说，如果菠菜种子发芽不理想的话，就买苗好了。至于留种，因为需要时间太长，空间太多，那就更没有必要了。排名第5的是羽衣甘蓝。羽衣甘蓝耐寒性好，采收期比较长，在寒冷的冬春季也能给我们源源不断的提供又美味又有营养的蔬菜，我是极力推荐的。羽衣甘蓝的苗期比较长，一般需要2个月以上。如果没有及时育苗的话，可以考虑买一些苗先种下，同时继续育苗。羽衣甘蓝需要大量养分，采收期间要勤追肥，这方面不能偷懒。天气转暖之后，羽衣甘蓝有可能会有虫害，我曾经也努力的想办法治理虫害，然后发现更好也更懒的办法是跟虫子比赛吃叶子，也就是说叶子长大了就尽快采收，这样对控制虫害也是有效的。总的来说，种植羽衣甘蓝需要付出一些努力，但是回报非常高，所以我觉得羽衣甘蓝是非常合格的懒人菜。排名第4的是罗勒，罗勒可以用种子育苗，也可以扦插，它很少有虫害，天气合适的话会长得非常旺盛。我一般是种到柠檬树下，或者是跟辣椒、番茄种在一起，节约了种植空间，也算是一种懒人种法吧。因为罗勒只是香料菜，一般需用量不多。当它们在盛夏疯长的时候，我被迫把它采摘下来送给邻居，偷懒都不行。所以懒人种罗勒，切记不要多种，只怕是看着蓬勃生长的罗勒苗下不了毒手啊。
邊個要死？嗰個係舊年嘅。接下来是懒人菜榜上的前3名了。第3名是香菜。天气一旦变凉，就可以在土壤里见缝插针的撒上香菜种子，只要保持土壤湿润就行。小苗出土的时候很细弱，不用担心。小苗土长了东歪西倒怎么办？要是有空的话，就把它的根往土里按进去一点，没空的话就别管了，香菜自己会想办法立起来的。香菜的懒人种法的关键是保留植株，只采收叶子，这样可以有将近半年的采收期。我种香菜也是用节约空间的懒人种法。秋天的时候，在柠檬树和橘子树下撒下香菜种子，冬天的时候香菜就长得很茂盛了。春天到了，香菜就多得吃不完。香菜基本没有虫害病害，所以除了掐叶子采收麻烦一点之外，香菜真是非常让人省心的懒人菜。第2名，木耳菜。种木耳菜可以用种子撒播，也可以扦插，不过扦插出来的木耳菜容易开花。木耳菜的懒人种法的关键是让它攀爬，你可以摘叶子、掰嫩梢，随便下手，木耳菜只会不断的长出更多。用种子种出来的木耳菜到夏末秋初的时候才会开花，开花了也没关系，连花带叶一起采摘，等它什么都不长，只长花的时候就可以拉秧了。我没见过木耳菜有病害，虫害方面我只见过前叶蝇在叶子上叮咬出小洞来，但是它们不会像在别的菜叶子那样画地图，所以危害不大。木耳菜种下去就能吃1年，如果能过冬的话就不止1年了。这是黑腰带等级的懒人菜呀。懒人菜排名第1，非红薯叶莫属。夏初的时候去超市买一把红薯叶，把叶子吃了，把杆子插到水里，等2-3个星期生根之后就可以移栽到土壤里，只需要有1根成活就可以了。种它甚至不需要占用整个花盆，让藤蔓延伸到盆外就行，然后这1年的红薯叶就基本够吃了。红薯叶不长虫子，唯一需要的管理就是采摘叶子。它虽然喜欢温暖的天气，但是在我这里到深秋气温15摄氏度左右都还可以继续生长，往往是我都吃腻了，它还在长。这就是懒人菜的最高境界了吧。除了今天介绍的这8种蔬菜之外，别的蔬菜也是可以用懒人办法来种植的，就看我们怎么取舍啦。请帮忙点赞订阅，多谢观看，下次再见。